那些年被老师没收掉的笔，你都用过哪几款？骨质疏松软骨笔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设计出了这款软骨笔，随便怎么扭它都能恢复原样，连笔芯都是软的。看我给同桌简单做一枚小戒指，是不是特别的好看？用这把笔来写字也是非常的清晰的，感觉自己的字体都变好看了呢。指尖陀螺笔，你以为这是一个指尖陀螺，实际上它是一把圆珠笔，轻轻旋转一下就会露出笔头。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，在这样高速的旋转下，也丝毫不影响笔的出没。另外一边还配了一个小夜灯，夜晚的时候旋转起来就更加炫酷了。有了它，我感觉同桌凿壁偷光都没我学习这么积极。郁金香变色笔，58毛买了一把郁金香笔，卖家说只要把它放在阳光底下，小花朵立马就会变成粉色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只是把它放在灯光底下就没办法变色了，打开笔帽就可以正常的书写文字。如果你找了一个校花同桌，记得一定要把它藏好，不能让同桌发现了。战斗机笔，这款笔的设计实在是太帅了，打开机身侧边的2个鸡翅，还配备了2个螺旋桨机翼，只要转动起来就会疯狂的打架。这样的战斗机上天一定会很疯狂吧？打开这个机头就可以写字了，笔帽还设计了凹槽，避免我的机头在风中吹乱。手握这样的一把战斗机，简直下笔如有神，瞬间让我诗兴大发，创作一首。Nice。烤串笔，烤丸子，烤牛肉，烤猪皮，这把笔简直就是吃货的福音。这逼真的造型，连语文老师都能轻易骗过。打开这个笔帽就可以开始写字了，只是这个笔芯太长了，还出不了墨。一描笔，现在连文具都开始这么内卷了吗？这款一描笔不仅造型独特，笔帽上面的液体还有好几种颜色，每一次从笔袋里拿出它都忍不住要秀一把，这感觉实在是太妙了。等同桌上课偷偷睡觉的时候，给他扎上一针，你们猜老师知道了会没收我的笔吗？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零食文具，你都吃过哪几种？迷你老坛牛肉面，这么迷你的牛肉面你们吃过吗？比正常的红烧牛肉面小了整整 3.1415926 圈。找一个自愿被面泡的碗，用105度的开水泡上30分钟，再用它擦除字迹就非常干净了。这么可爱的牛肉面橡皮擦，你确定不想要来一口吗？迷你多乐羊，这么迷你的多乐羊可实在太可爱了，比养乐多还小巧，喝前用力摇一摇，使用起来就更加丝滑了，完全不会卡带。这么有意思的修正带，本仙女当然要偷偷把它藏好了。Nice。迷你利奥给，说真的，这个小玩意想骗过同桌太简单了。虽然有点山寨的感觉，但完全看不出它不是饼干，还有一股浓郁的巧克力味。作为一个橡皮擦，它真的相当敬业。迷你冷饮钥匙扣，带着这一串钥匙扣出门肯定很拉风的吧？可乐、雪碧、旺仔、猛男，还有哪个是你没喝过的？打开后盖，里面还藏着一把圆珠笔。作为一把笔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太适合写字。一根小光棍，想不到吧？这根小光棍居然是一支圆珠笔，不过这手感和真的光棍面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笔的出墨还是挺丝滑的。最近刚看到一则童谣，你们觉得有道理吗？再配上这支披萨圆珠笔，课堂上定能把同桌给馋死。老光棍冰棒棒，刚送走了一个小光棍，就来了一个老光棍，手感很软，非常的舒服。这么炎热的冬天就适合吃老光棍了，后面还贴心的设计了一条拉链。哎，我的老光棍怎么变成一包空气了？把我的这些小零食通通都装到这个老冰棍里面，你们猜我同桌明天会先吃哪一样呢？
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磁吸笔，据说这是一把学霸不配、学渣必备的超解压磁吸笔。整支笔身由13块磁铁组成，上课的时候发挥你的最强大脑，拆开组装一下，就可以得到一只小狗、一名剑士，又或者是一个悬浮陀螺。遇到老师的时候，立马可以伪装成书写顺滑的中性笔。学习的时候还可以用它来代替圆规画圆，笔帽装上电容组件就可以当触控笔来使用了。下课的时候还可以拿它当手枪耍。润唇膏、橡皮擦，冬天的时候学习就应该配一把润唇膏、橡皮擦，粉粉嫩嫩的，最适合本仙女了。旋转一下橡皮擦还能伸长，口红的形状最适合擦除字迹了。用脏了之后还可以用小刀将它边缘切掉，这样看起来又和崭新的一样了。隐形笔，不想让同桌看到校花传给你的小纸条怎么办？这把隐形笔就是上课传递小秘密的神器了，用它写字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打开笔帽上的火眼金睛字迹才会显露出来。手机修正带，学校上课不允许带手机，但是唯独这款手机是例外，和 iPhone 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字写错了，只要滑动按钮就可以轻松修改了。当老师以为你上课玩手机的时候，只要你轻轻滑动它，老师不仅不会批评你，还会请你爸妈到办公室喝茶呢。水果便签纸，这是本仙女最喜欢的便签纸了。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，页面像水果的切面，但是当你展开它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个完整的水果了。闻一下，还有一股浓浓的巧克力味，非常的香。所以水果为什么会有巧克力的味道呢？积木橡皮，一群非常可爱的小动物橡皮，扒完皮后就变成一堆积木了。上课的时候可以和同桌一起组装它，不仅锻炼动手能力，还可以强化脑部空间感。写错字了，顺手用它擦除字迹，真是一物多用。Nice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猪老母和猪宝贝，我就想说，有哪个猛男能拒绝这么可爱的一款文具？猪妈妈出来打工，还拖着3个未断奶的猪宝宝，这也实在太萌了吧！把猪妈妈的脑袋扯下来，它就变成一个非常丝滑的修正带了，怎么使用都不会卡带。猫爪中性笔，这一定是小仙女用的瘙痒神器吧？按下开关还会不灵不灵的发光，笔身里还装着非常好看的流沙，书写起来还是相当丝滑的，字迹非常清晰不卡顿。可惜里面的笔芯太短了，典型的中看不中用。积木卷笔刀，现在的老板为了卖个卷笔刀也是费尽了心思。简简单单的一个卷笔刀多好，非得费了我3天3夜把它组装出来。这小鸟一看咋和我那倒霉同桌一样笨笨的呢？这玩意怎么哪看都觉得差点意思呢？爱风橡皮擦，学校不让带手机，带个爱风橡皮擦去学校应该不过分吧？你别说，这贴纸做的还挺逼真的，还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土豪金颜色。不知道这橡皮擦好不好用？哎，这玩意怎么擦不动啊？原来这崽子不是橡皮擦，而是便签纸呀。白菜笔袋，除了长得像白菜外，和白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笔袋的容量还是挺让人满意的，一次性装它几十支笔也不存在一丁点问题。把猪猪一家拿过来，这回咱们体验一下好猪被白菜给拱了是多么合理的一件事情啊！回形针中性笔，这样的回形针要是多拿几条，就整出一条狗链了。正常情况下一拉，它就可以进行不正常的写字了；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拉，它也可以进行不正常的写字。想正常的写个字，那就得看你的最强大脑是如何运转的了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香烟笔，不知道是哪个老烟袋把钢笔设计成这样，妥妥的想带坏我那个还没断奶的倒霉同桌呀。
写出来的字还是绿色的，很有个性吗？头尾都设计了一块磁铁，是几个意思呢？吉他修正带，讲实话，这修正带没啥特别的，只能勉强给大家演奏一曲好运来吧。作为一款修正带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卡带、不断带，贼垃圾好用。海绵宝宝橡皮擦，海绵宝宝肯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做成橡皮擦吧？丑萌丑萌的都不舍得用它擦除错别字了。哎呀，海绵宝宝的脚断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棒棒糖铅笔，上课老犯困怎么办？试试这把棒棒糖铅笔吧。笔帽上有一个迷宫，上课偷偷拿出来玩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老师看到了还会请你爸妈去办公室喝茶。这波稳赚不亏的，笔芯用完后取下来，往后面一顶，新的笔芯就吐出来了。补灵尺子，补灵补灵的尺子颜值太高了，捏起来也好有趣啊，还配了一条价值连城的金刚筋，真的不要太完美啊！来，给你们展示一个绝活，叼根烟。解压笔袋，这颜值一看就爱上了，我捏我捏我再捏，笔袋的容量也挺大的，这玩意给家里的小孩买一个，上课都不哭不闹了。我信你个鬼！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魔法泡泡笔，可以吹泡泡的圆珠笔，老板这是诚心不想让本仙女好好学习啊！吹出来的泡泡真是比足球还大。打开这个笔帽，它里面还带着滚轮印章，每一把都配对着一个图案。上课带着它们一起滚蛋，一定非常有趣吧？去掉滚轮印章，里面居然还隐藏着一个鼓励印章。数学考了59分的我，确实应该好好鼓励一下自己啊！最有意思的是，按压一下猪头，笔身还会发光，这样写起字来就像便秘的时候坐过山车一样，非常的刺激。手枪橡皮擦，这把手枪还是非常帅气的，用它来打鬼子一定非常刺激吧？这样子小心翼翼的擦除字迹还是非常干净的。上课的时候用它可以让你很好的分散学习的注意力。芝士汉堡包，校门口小卖部买了一个大汉堡，同桌还以为我胆肥了，居然敢上课偷吃，这逼真的造型是不是把同桌都唬住了？面包皮里还充了空气，捏起来软软的，里面的便签纸分成了2种颜色，这是芝士，这是牛肉，纸质非常光滑，这么可爱的便签纸，本仙女真是不舍得使用啊！磁带修正带，卖家说这款修正带可不一般，只要推动它就能播放音乐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换一个磁带来试试。还有谁？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学霸卷纸，上次月考英语考了29分，我姐立马甩给我一个学习秘籍，据说这是学霸都在偷偷用的厕纸，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学习委员一定是靠这玩意挖粪图强的吧？让我也来努力一把，输屁西呕死，死窝了，挖鼻屎，微可听。果然感觉自己的英语瞬间就高大上了呢，明天我就带去学校和同桌一起蹲厕所。滑板车圆珠笔，说真的，这玩意买回来我就后悔了，不仅站不稳，就连车轮子都滚不动，出没也不是很顺滑。刚好明天是我倒霉同桌的生日，这礼物送给他再合适不过了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吃过哪几种？铅笔糖，小学读了10年才发现铅笔不仅可以用来写字，还能顶饱，和我每天啃80遍的铅笔一对比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关系。撕开后里面是一节一节的糖果粒，这样子好像每天甩在我倒霉同桌脸上的粉笔头啊，酸甜酸甜的，拿一颗放嘴里随时提神醒脑，课堂上再也不用担心体育老师讲解的数学题了。
吃作业糯米纸，这不是普通的糯米纸，这是吃作业糯米纸。你别说，这配料比我隔壁家王二麻子的脸还丰富，都是科技与狠活，该有的不该有的统统都有了。打开来看一下，这作业本不能说制作的敷衍，只能说他亲妈看了都老眼昏花，小学生觉得他幼稚，大学生觉得他幼稚的刚刚好。口哨卷齿糖，口哨卷齿糖顾名思义，口哨加卷齿加糖，可见老板为了取悦当代小朋友费了多大的心思。就是这口哨怎么吹也吹不响，垃圾得很。打开里面的糖果是彩虹色的，想吃多少你就拉多少，差不多有半米长，表面裹了一层白糖，彩虹糖的味道就像40度的天舔了一下隔夜豆汁，酸不拉几的。蜡笔糖，你们猜这是蜡笔还是糖？看起来和蜡笔半毛一样，拿一张空白的纸简单画一下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我这幅画画的还挺神乎其技的。糖不知道藏在哪里，撕开包装袋看一下，好小的一包糖，味道还挺好吃的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挂着糖果卖蜡笔吗？果冻尺子，上课那会要是有这玩意，我也不至于数学课上会被饿醒啊。拿把普通的尺子比对一下，这刻度存在误差啊。老板，明天我数学要是不及格，你就做好写检讨的准备吧。果冻的口味还挺丰富的，水蜜桃味、青提味、西瓜味、香橙味，总有一款是你不喜欢的。要说这味道，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，牛皮都没它皮。大帅哥奖状，从小到大都没拿过3好学生奖的同学，给自己颁发一个吃货奖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像这种人人都爱的奖状，必须得给它发扬光大啊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大辣片，甜辣口感的，有点干却越嚼越香，来一点香喷喷的大米饭，简单包一下，夏天没有食欲的时候，包你可以炫下10吨大米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吃过哪几种？猪妈妈产奶，牛奶、羊奶、狗奶你肯定喝过，但是大母猪产的奶你喝过吗？你看这老母猪真不容易啊，拖家带口的产奶给小猪仔喝，把猪妈妈的脑袋拧下来后，它就是一个修正带，随便怎么使用都不扯带不断带，贼垃圾好用。烤串笔，这烤串长得挺像烤串的，大丸子、死猪肉、不知名的橡皮面筋，磨一点不要钱的胡椒粉撒一撒。你别说，看着还挺馋人的，可惜笔杆太细了，感觉写字有点飘。南瓜先生，从小我就不爱吃南瓜，但这并不妨碍我想拥有一个南瓜先生。重拳出击还会两眼发光，自打有了这玩意，不知为什么上课总想给我倒霉同桌来2拳，可能是我倒霉同桌有一只骷髅头吧，一看就感觉挺欠揍的，下课不揍他一顿，我担心他皮痒。可惜里面的笔芯太短了，不怎么实用。小笼包，想不到还是盲盒款的，不知道里面能拆出什么，居然拆出一个蒸笼，里面真的有小笼包吗？打开看一下，一层粉红色的馒头，还有一层小笼包，哈哈，这么迷你的小笼包真的不够塞牙缝。养多乐，这颜值我真的好喜欢，如果有这么迷你的养乐多买，我铁定买10吨，喝前摇一摇，这样使用起来就更加丝滑了。冰淇淋，炎热的夏天怎么能少了冰淇淋相伴？看样子像海盐味的，这么迷你的一个修正带，不知道能用多久，还挺丝滑的，很值得拥有一个哦。薯片夹子，有哪个吃货小朋友能拒绝一个薯片夹子啊？和真的薯片一对比，不能说一毛一样，只能说薯片是真香。用它来夹暑假还没做完的寒假作业，感觉作业都变得秀色可餐了。薯片笔袋，哈哈，薯片被做成了夹子，包装袋则被改装成了笔袋，真是不浪费啊！
表面还是皮质的，里面的空间很大，装下180支笔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怎么看都感觉它相当实用啊！草莓橡皮把草莓做成了橡皮的形状，这还让我们怎么吃啊？感觉沉甸甸的，除了好看外，它和普通草莓没什么两样。马卡龙橡皮擦，我倒霉同桌最爱的零食就是马卡龙了，就冲这个我也得买它一打啊！给我倒霉同桌看看就不给他用，你就说气不气人吧。擦了一次有点脏，扔了吧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吃过哪几种？涂鸦笔，涂鸦笔又简称涂鸦笔，优选钙铁锌 ABC 麦芽糖浆熬制而成。我先尝一下这味道，酸甜酸甜的。老板还配了几张糯米纸，这只鳄鱼长得挺可爱。先小心翼翼地用涂鸦笔把画纸涂满，再撒上一点点不要钱的跳跳糖，一张世界名画鳄鱼撒尿就完成了。尝一下味道，你别说，这味道和那奇毒含笑半步颠差不多，挺费舌头的。粉笔头，假如粉笔头只能用来丢我的倒霉同桌，那和粉笔头还有什么区别？你看这玩意软软糯糯的，不能说和棉花糖毫无关系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拿一支牙签把它串一串，再用火烤一烤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味道能让我倒霉同桌流3天3夜的口水，贼垃圾好吃。数字算盘，上小学那会勤勤恳恳学了3天算盘的低中高算法，如今我依旧可以用它给你们弹奏一曲王心凌的《帮你渡劫的雷正在路上》。不是我技术不好，而是这算盘质量不行，10包没拆开已经折损了6包。这味道和普通糖果不太一样，有点像太上老君炼的仙丹，甜甜的，和糖果一模一样。糖果笔，自打用了这把糖果笔，上课再也没有饿过肚子了。每一节打开都含有一个糖果，这味道比阿尔兹杯山棒棒糖还美味。笔尖藏着一把800米长的圆珠笔，关键时刻还可以用来写字。上课的时候，左边手偷偷带5个，右边手也偷偷带5个，瞬间你就成为班里最靓的仔。老师知道了还会客客气气的请你爸妈到办公室喝茶。五子棋，以前和我的倒霉同桌玩五子棋都是直接用这种格子笔记本做棋盘，一个用红笔画圈，一个用黑笔画圈，即使上课也能偷偷玩。直到后来我的倒霉同桌带来了这款五子棋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五子棋的真谛。原来一边下棋还能一边吃棋子，这种感觉真的不要太奇妙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棋子太少了，还没分出胜负，棋子就先吃完了。糯米便签纸，用糯米纸做成的便签纸还是头一回见。每次上课前，我就偷偷把便签纸塞到书本里面，这样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偷偷吃纸了。用它给校花传递纸条也非常好用，万一被老师发现了，就可以直接捏碎塞进嘴巴里了。